废物！我等你一个晚上了。今天晚上的事你安排好了？我保证戏院一带没警察。沉迷赌博的男人有多可悲？被人连扇 N 个耳光不敢还手，失去了要一次打10个的勇气。男人名叫沈重阳，是香港一名警察。自从迷上赌博后，老婆改嫁变成了别人的四姨太。手痒难耐的他为了金钱甘愿沦为蜻蜓走狗。清朝末年人心思变，被英国殖民管理的香港成为革命党人为数不多的避难所。杨教授，我们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一天吗？我知道，这一天快到，就是我看不到，你也一定能看到。随着前任会长惨遭暗杀，香港也蒙上了一层阴云，惹得群民激愤。而革命领袖孙文毅然要从日本归港，并按照计划与13省代表共商起义大计。慈禧太后知晓此事，当即派出统领严孝国带人刺杀，而现任会长陈少白担负起了保护孙文赴港的重任。为了能有充足的人手，他需先拜访多年好友李玉堂。李玉堂乃香港知名富商，此时李玉堂正在给儿子大办升学宴，并让自己的车夫四弟给穷人免费发粮。晚宴临了，陈少白找上李玉堂：孙文要来了，你又要多少钱？李玉堂虽然支持革命党人，但只愿意暗地里提供资金帮助，因为他怕卷入太深会连累家人。在有了充足的资金，陈少白找上了戏院老板方天。方天曾是抗击八国联军的将领，但却因为清廷内外勾结诬陷忠良，把方天这种报国之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，导致他们有家不能回，流落到香港。在得知李玉堂是为推翻清廷而来，立即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路跟踪李玉堂的沈重阳，竟为了钱财，把他们的计划全都告诉给了严孝国。严孝国知道后，立马启动誓师大会。我是军人，诸位也是军人，军人当死于边野，何须马革裹尸？干了这位，杀孙贼，报效朝廷！第二天清晨，四弟跟往常一样拉着李玉堂去商铺，每次路过乞丐刘玉白，都会给他1个银元。刘玉白曾是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，17岁就考中武状元头衔，却因家庭和情感的双重变故堕落街头。此时不远处，一群人正在为革命呐喊，发送孙文的革命思想。为首之人竟是李玉堂的儿子李重光。李玉堂气愤地冲上去，想要将儿子拖下来。回家！我不做亡国奴，我不做亡国奴。你也要造反呐？少爷是大人了啊！躲开！躲开！怒气冲冲的李玉堂来到报社，他质问陈少白为何要将自己的儿子也拖下水。你想让他干什么呀？我是商人，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。你是革命党，从你为革命赚出第1分钱的那天起，你就已经是革命党。你认为是对的事情，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？你疯了！还剩3天，孙文就要来到香港。此时陈少白接到情报，严孝国带领清廷杀手隐匿于九龙城寨，于是他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方天。哪知为时已晚，只见从空中落下众多人影，与之而来的还有漫天强酸。戏院众人哪见过这种阵仗，一时间死伤无数。方天看形势不妙，让女儿方红先走，方红却不愿丢下父亲。情急之下，方天将女儿打晕，用窗帘系好，顺着窗户丢到楼下藏了起来。陈少白趁乱逃出戏院，却不料严孝国早已在路上等候多时。这时的戏院众人纷纷惨死，只有方天一人还在拼命抵抗。杀手的兵器都是经过特殊锻造，头部带有可伸缩的钩链，纵使方天武功再好，也架不住对方手段繁多。没过多久，便被钩链牢牢缠住身体。他用最后的力气将带头之人的手指抓住，随后对着刀刃一扯，空门大开的他最终死在了乱枪之下。半个小时过后，侥幸逃过一劫的方红找到了父亲的尸体，在其手中发现了敌人的断指。李玉堂得到消息，匆忙赶来，却没找到陈少白的尸体，只发现了他的钢笔。原来陈少白被严孝国关了起来，严孝国没有对自己的授业恩师下手，而是特意准备了陈少白爱喝的汾酒。你还记得你毕业的时候我给你的评语吗？功课优秀，头脑愚蠢，一介莽夫，难为大才。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。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，才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。就凭你们几个开个会、游个行就能救中国？听到这话，陈少白拿起短刀，
却被严孝国一把抓住。陈少白看着流淌下来的血液，一时间晕血的毛病又犯了，颤抖的松开双手，放弃抵抗。李玉堂带着钢笔来到报社，无意间发现了陈少白写给自己的信件。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，故有一事恳请，若遇不测，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。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，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。两人相识8载有余，现在陈少白生死未卜，警长史密夫却要带人查封报社。史密夫跟李玉堂也有些交情，便提醒李玉堂不要参与此事。清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孙文，到时候港英政府也不会插手，参与此事不过是螳臂挡车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是生意人呢。你也别忘了，你是中国人。好，你敢！机器坏了，停2门课，不收钱，积极宣传，推荐上来看消息。李玉堂担起保护孙文的重担，他给散乱的报社打了一剂强心针，号召大家行动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已变成了儿子的榜样。后天孙文便要到岗，李玉堂开始在城中寻找能人异士。他第一个找的是乞丐刘玉白，还帮其赎回了家传铁扇。刘玉白17岁，高中武状元，却因爱上父亲的女人，落了个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。这些年，李玉堂对刘玉白的恩惠，让其二话不说地答应下来。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。在四弟的引荐下，李玉堂找到了卖臭豆腐的王富民。他身高2米2，原本在少林寺习武多年，因乱世当道来到香港谋生。本想逗逗王富民的四弟，差点被一掌爆了头。李玉堂见其身手了得，立马说明来意。王富民见过李玉堂为百姓出头，对其早已仰慕许久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打坏人，好！在回商铺的路上，四弟希望自己也能参与保护孙文的计划中。虽然自己不懂得什么是国家大事，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要保护老板的安全。在四弟的再三请求下，李玉堂最终答应下来。得知四弟有个心仪的姑娘叫阿纯，李玉堂便带上重金去找阿纯父亲提亲。看着在一起幸福快乐的两人，李玉堂内心无比惆怅。后天的计划必将九死一生，他提议拍一张全家福，记录这一美好时刻。夜里，方红主动找到李玉堂，希望能完成父亲方天的遗愿，帮其一起保护孙文。清晨，陈少白用自残的方式骗过守卫，将其打晕逃了出来。陈少白回到报馆，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，他决定给孙文安排一个替身，用抽签的方式选择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最终抽到替身的人选竟是李玉堂的儿子李重光。陈少白无法接受这样的选择，立马让大家重新抽。你是独子啊？独子？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？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？我不能死，他们能吗？李重光甘愿为革命大义献身，陈少白饱含热泪地将他紧紧拥入怀里。夜里，警长史密夫给李玉堂送来一把手枪。月如看到忧心忡忡的李玉堂，猜到明天的事情肯定凶多吉少，他决定为李玉堂做点事情。于是他找到自己的前夫沈重阳。沈重阳得知是让他保护李玉堂，当即拒绝。你没搞错吧？你让我去保护你骗他？沈重阳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家！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情吗？走啊！你必须去！走啊！她是你女儿吗？月如跟了他8年，他就补了8年。现在得知自己还有个女儿，而李玉堂还是自己的接盘侠。月如拉着他，让他瞧瞧自己的女儿。等她以后长大了，我怎么跟她说？她的父亲是什么人？月如的话让他彻底破防。他追上月如的黄包车，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正在他为自己的人生懊恼时，蜻蜓杀手再次找上门。枪呢？废物！钱是吧？全给你！废物！改过自新的沈重阳彻底与清廷划清界限。清晨，孙文换乘小船如期而至，陈少白与革命党人列岛迎接。此时的码头危机四伏，虽然陈少白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孙文撤离港口，但这一切还是被远处的严孝国看在眼中。就在他们刚一进入皇后大道，安插在楼顶的暗哨突然坠楼身亡，紧接着无数利箭对着车队袭来。陈少白暗道不妙，命令车队撤进回廊，身旁的同志立马扛起米袋掩护车队。王富明紧跟其后，随手捡起地上的椰子，瞬间化身 NBA 总冠军巴特尔，以几个精准的头球将楼上的射手击晕，紧接着又以一个大灌篮将2楼的射手干翻在地。而方红也没闲着，冲进杀手躲藏的商铺，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一人。殊不知远处的射手已将箭头对准了他，好在沈重阳及时出现，一记花盆将其砸晕。面对冲向自己的杀手，沈重阳滑步上前，连踹数脚，又是一记重腿将其拍倒。
而此时王富明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楼上，却忽视了人群中也有老阴逼，不出意外的被老阴逼得手。随后一群憨批冲出人群，将王富明淹没在刀光剑影之中。此时的李玉堂让管家备车去码头，却被告知四弟已经走了。再一看怀表，发现竟被人动了手脚。这时的车队被一伙武士队拦住去了，伴随着鞭炮声，周围浓烟四起。直接冲过去啊！冲啊！话音刚落，扛米袋的同志率先开路，没想到武士队人员全是杀手乔装假扮，一个个掏出匕首将扛米袋的同志阻拦下来。空中也突然落下大量杀手，眼看四弟就要被杀手勒住脖梗带走，还好方红从后方一记长鞭将四弟救下，随后跟一个大头娃娃站在一起交手过程中，发现对方竟少了一根手指。再一想到父亲临死时紧抓着不放的断指，方红确信此人就是戏院杀害父亲的元凶。看到对方露出样貌想跑，方红不顾生死的追了上去。此时车队已被杀手冲得七零八落，突然迷雾中出现一个血淋淋的身影，原来是身负重伤的王富明。只见他一出现便放倒了冲上来的两人，并大喊着让车队快点。走！瞧瞧跑！瞧瞧跑！我叫王富明，王富明。王富明凭一己之力将杀手阻拦下来，最终因为失血过多与世长辞，在众人的舍命护送下，终于把孙文送到约定地点。为了保障会议能有充足的时间开展，李崇光假扮成孙文的替身前去看望孙母，以此作为诱饵引开清廷杀手。四弟看到是少爷作为诱饵，顿时急了：少爷不能去！你在说什么？少爷不能去！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？死了多少人呢？不知道。这是国家大事，是国家大事，你知道吗？目不识字的四弟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，这是关乎4万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事。他只在乎少爷当这个替身会是九死一生的结果。可就算四弟如何恳求，也无法改变少爷那坚定的眼神。泣不成声的四弟只能拉着少爷上路，他的内心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少爷牺牲的准备。方宏尾随断指杀手来到一家商铺，商铺内的几人还在匆忙赶制着炸药。就在这时，杀手发现了方宏，随后几人陷入了一场激战。方宏想破坏炸药，但都被对方阻拦下来。这时门外的车队已然显现身影，与此同时，杀手也点燃了炸药。情急之下，方宏冲出屋外，用9节鞭锁住房门。爹，女儿不孝。随着爆炸声响起，方宏终于为父亲报了仇。此时李玉堂也从家中赶到，满脸震惊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小姑娘，还没来得及悲伤，这边的动静引来了2名警察。警察上来盘问众人情况，这时车队后方又出现一名，二话没说直接掏枪干掉2名同伴。很明显，这名警察已被严孝国收买，随后转身对黄包车走去。众人见状纷纷上前阻拦，突然一声枪响，警察当场倒地。原来开枪之人是一直暗中保护的沈重阳，他的举动立刻被远处的严孝国注意，当即派出大内高手对其截杀。这时警长史密夫也带队赶到现场，命令手下将众人团团围住。他表面上大声呵斥李玉堂，但实际上是想保护车队的安全，因为此时楼顶四周全是严孝国布置的公务手。团长，5分钟后全市还都没有警察了，老板命令我们全部撂车。他说众人的事就由诸葛亮来管，最后一段路有人收队，有人收队来。5分钟后，史密夫带队撤离，车队刚转过一个街角，身后的路人全都脱下了长袍，明目张胆地对着他们走来。还好再过一个转弯就到了孙母的家。请安，师长，请安。快跑！快跑！当下情况，他要以1挡100坚持15分钟，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保护的人是谁。如今面对咄咄逼人的清廷杀手，他没有露出丝毫畏惧之色。双方一番对视，杀手想展开合围之势，刘玉白闪身后退，转瞬之间铁扇炫舞，将上前之人逼退。杀手要想完成任务，就必须通过这个台阶。于是这场以1敌100的对战就此展开。刘玉白作为曾经的武状元，身法速度自然不同凡响。面对众多敌人的冲击，他出手快如闪电，步伐稳如泰山，站在高台之上，竟显一副当官万夫莫开之势，令台阶下众多杀手不敢上前半步。与此同时，孙文和13省代表还在紧张开会，而作为诱饵的李崇光在屋内备受煎熬。孙母见他大汗淋漓，便招呼他来自己身边坐坐。
一问李重光才17岁，看到这般年纪就冲在革命前线，心疼他的同时对这个少年充满了敬意。此时刘玉白已经陷入到了苦战之中，这些杀手见冲不上去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只见一个个锁链铁钩对着刘玉白飞去，立马缠上他的4肢百骸。杀手见刘玉白被控制住，拼命的往上冲。刘玉白不顾疼痛，挣开铁钩，将冲过围栏之人全部干掉。屋内之人听到外面的惨叫声，一个个紧张不已，在这等待的每一秒都万分煎熬。这其中最难过的当属李玉堂，他把大家集结起来，然后看着大家一个个倒下。可这一切都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为了革命流血是必然的。外面的刘玉白被铁钩刮得皮开肉绽，钻心的痛感让他时刻保持着清醒。为数不多的杀手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一枪接着一枪刺来。刘玉白用尽全身力气挣脱铁链。此时屋内的陈少白擦了擦沾满鲜血的怀表，发现15分钟已到，随后立即跟孙母告别，带着李重光去实施最后一步计划。而挣脱束缚的刘玉白已是强弩之末，但依旧凭借高超的武艺将最后一人干翻在地。此时严孝国也来到了这里，他看到伤痕累累的刘玉白，并没有打算趁人之危，而是用刀鞘将其打倒在地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刘玉白并没有打算放他过去。就在严孝国转身之际，刘玉白抓住他的辫子，铁扇一个旋舞，将严孝国引以为傲的大清尊严抓在手中。刘玉白的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严孝国，只见他拔出长刀，对着刘玉白一顿乱舞。李玉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顿时傻了眼。随着刘玉白缓缓倒下，他的眼中浮现出了自己心爱之人。谢谢你，老板，你让玉白明天可以解脱了。这一刻的刘玉白终于解脱了，这里的牺牲并没有让事态停下。为了这次的保护任务，眼前的沈重阳也遇见了自己的人生对手，号称中量级中最能打的散打王。男人扬言一次要打20个叶问，奔跑间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一边锤人一边追赶。此时沈重阳面露凝重之色，他只想摆脱眼前这个男人，可刚迈开步子，就被大内高手一脚踢出回廊。刚起身，又被一脚踢出8丈开外。大内高手借着势头穷追不舍，再次冲上前来。这一下可摔得不轻，沈重阳抓起酒坛砸向大内高手。身为香港租界巡警的他，擅长中国武术和西洋格斗术，也算是妥妥的顶尖高手。可在其手中却走不上几个回合。这时，一个不开眼的黄包车从中间路过，大内高手一脚将其踹向沈重阳。沈重阳凌空跃起，一个借力轻松躲开。起身的沈重阳深知自己还有使命在身，二话不说冲进人群之中。进入回廊后，瞬间化身跑步小将。大内高手怎会让他轻易跑掉？只见他拳脚相加，打飞挡路的行人。随后一个纵身跃起，飞上房檐。看这架势，势必要将沈重阳留在这里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内高手从房檐上落下，拦住沈重阳的去路。沈重阳知道不解决眼前之人，他是别想离开这里。两人拳到肉打的畅汗淋漓，大内高手欺身上前，想给沈重阳来个过肩摔，却被他的千斤坠牢牢压住。只见大内高手一个后撤步，将他高高举起，狠狠撞向玻璃窗，随后还要将其甩向石柱。好在沈重阳一个漂亮的回旋踢发起，大内高手再次袭来，没有缓过神的沈重阳又被举起，这次重吃了一个过肩摔。大内高手见其还有余力，猛地冲向远处方桌，随后一个转身高高跃起。这一脚下去，沈重阳彻底蒙圈，任由大内高手拳打脚踢。一刹那，沈重阳抓住对方脚踝，以一个经典的锁技将其放倒。下落的同时，脑袋重摔在地上。抓住机会的沈重阳快速起身，抓起一瘸一拐的大内高手，便是一顿暴力输出。这一顿输出下来，让对方彻底破防。愤怒的沈重阳抓起对方冲进屋内。随着灰尘散尽，沈重阳缓缓起身，刚想捡起女儿留下的布娃娃，不成想大内高手像魔鬼一样又站了起来，抄起酒坛狠狠砸向他。一时间局势反转，沈重阳又被按在地上摩擦。这时大内高手拿起米钩，想给他来个致命一击。趴在地上的沈重阳好在及时抓住一个瓷器碎片，比其快一步的终结对方。虽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，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。他顾不得伤势去寻找李玉堂，终于在路口遇见了他。给你刺，给你刺。思念女儿的沈重阳让其把娃娃还给女儿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严孝国骑着马飞奔而来，他让李玉堂快走，自己则留下来拖住他。他看着飞奔而来的马匹，心中幻想着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美景，这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。
恐怕这辈子是实现不了了。清廷统领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视钱如命的赌鬼会为了一个不相识的人甘愿献出生命。此时车队还在奋力前进，严孝国没有过多犹豫，快步追赶，一盏茶的功夫便追了上来，随手一掌便掀翻了一辆黄包车，随后淡定地望向众人。几位革命工作者见状冲了上去，奈何身手不行，面对严孝国刚猛霸道的攻势，不过是螳臂挡车，只是一瞬间便全都晕死倒地。四弟见状解开拉车用的布带，让跟车的同伴继续拉车，自己则要去给少爷争取活命的时间。此时严孝国捡起一旁的竹竿，瞅准仅剩的黄包车抛了过去，竹竿划破长空，直接贯穿车棚，将拉车同伴当场送走。四弟见状，不顾一切地抱住严孝国，用板砖疯狂击打他的头部。不管严孝国如何摔打，四弟都不肯放手，最后被其狠狠甩在铁柱上。看到陈少白拉着黄包车继续上路，四弟死死抓住严孝国的小腿，任凭他一拳一拳打在自己脸上，也是不肯放手。严孝国见状勃然大怒，将四弟提起手腕一用力，随着脖梗断裂的声音，四弟瘫软地倒向地面。他发誓要誓死保护少爷的周全，他做到。最后他望着围巾上的阿纯两字没了声息。此时起义计划终于商讨完毕，孙文和13省代表也已经安全抵达港口，可严孝国依旧不肯罢手，大步追上黄包车。陈少白看了看怀表，大声喊着车里不是孙文，他已经离开了香港。但此时的严孝国对车里是不是孙文已经不感兴趣，嘴里不停地细语：报效朝廷，诛杀孙贼。这么走了，报效朝廷，诛杀孙贼。陈少白后退之时不慎跌落石梯，拿着手枪的李重光也不幸把手枪摔掉。眼看着严孝国对着黄包车飞奔而去，没了眼睛的陈少白只能在原地失声呐喊。严孝国踢断扶手，对着车子里就是一顿猛刺。慌乱之间，陈少白捡起李重光的手枪，他不是孙文，不要啊！李孝国！重度近视的陈少白开了数枪才击中走火入魔的严孝国。严孝国临死时终于吐出了内心想法：学生，一报滚！短短6个字，表明了他感谢恩师的栽培和对国家深深的热爱。随着严孝国倒地，一场悲惨的战斗终于结束。此时李玉堂踉跄地赶来，看着没了生机的儿子抱着尸体哭得撕心裂肺。孙文踏上了离开香港的客船，眼中已是湿润不堪。无数人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，但他们的牺牲并不会白费。在孙文的计划下，同一时间段各地接连爆发起义，辛亥革命打响，腐败不堪的清廷被成功推翻。